两男一女被困荒岛，劫后余生的丈夫，性感火辣的娇妻以及勇猛英俊的帅哥，三个人同时在经受体力、精神和人性的考验，而更可怕的是，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。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？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这部悬疑剧情片《荒岛惊魂》。影片开始，几天前，詹妮弗和丈夫杰克租了一艘游艇出海游玩。丈夫是一个腰缠万贯的秃头老男人，女人是一个身材傲娇的大美女，而这个身强力壮的小伙是曼纽尔。他的出现成功吸引了詹妮弗的目光，这让丈夫很不爽，处处找曼纽尔的麻烦。晚上还故意把两人做运动的声音弄得特别大，隔壁的曼纽尔心痒难耐，想起了詹妮弗的身材，噗的一声喷出了鼻血。第二天，游艇意外失火，一群人逃上了救生艇，可还未等几人上岸，就下起了暴风雨，冲散了詹妮弗和丈夫。好在詹妮弗的水性非常好，她拼尽全力游到了一座荒岛上，同时海面上漂浮上来一具尸体，原来是已经凉透的船长。正当她手足无措时，曼纽尔出现了，他也被冲到了这座荒岛上。对詹妮弗一见倾心的他真的很绅士，在这四下无人、一片漆黑的荒岛，就只是脱下外套拥抱詹妮弗，帮她取暖。一来二去，两人逐渐熟络起来。曼纽尔是一个野外生存高手，而且作为游艇服务员的他，水性自然没话说。利用随身配备的泳镜和小刀，食物自然也不成问题了。为了能够遮风避雨，两人还一起搭建了庇护所。就这样，他们过上了幸福的二人生活，关系也变得愈发亲密。就在两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时，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份平静。这天，曼纽尔抓鱼回来时，看到了一个重伤昏迷的男人，他把男人带回了营地。这男人竟是詹妮弗的丈夫。此时的曼纽尔已经对他有了浓烈的感情。曼纽尔郁闷了，懊悔自己为何要把他带过来。而丈夫看到詹妮弗和曼纽尔在海边嬉戏，顿时醋上心头，坚信老婆已经给自己戴了绿帽了，开始故意找茬。先是用打火机生起了火，借机嘲讽曼纽尔这么大人了生火都不会。然后他又趁詹妮弗二人下海抓鱼时，把帐篷分成了两个，他不想三人挤在一起睡觉。杰克给曼纽尔搭了一个小破屋，还警告他让他离自己老婆远一些，因为他不相信他们说的话。他不在的日子里，两人睡在一起仅仅是为了抱团取暖，就没发生点其他事情吗？詹妮弗觉得老公的行为非常过分，一直在斥责他维护着曼纽尔，这让三人的矛盾越积越深。而曼纽尔决定再也不会为两人提供食物了。詹妮弗虽然很讨厌现在的老公，但也只能和老公一起寻找食物。可一连3天过去了，丈夫却一条鱼都没抓到。而另一边的曼纽尔有泳镜和鱼叉的加持，每天都能从深水区收获满满。这天，就在丈夫出去捕鱼时，曼纽尔悄悄叫来詹妮弗，把自己的鱼肉分给了他。饿了几天的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为表示感谢，临走时给了曼纽尔一个香吻。丈夫回来还是发现了端倪，他猜到妻子吃了曼纽尔的东西，他知道是因为自己找不到食物，才给了他接近妻子的可乘之机，便没再说什么。这天，詹妮弗和丈夫出海捕鱼，发现曼纽尔竟然燃起了篝火。丈夫以为是他偷了自己的火种，急忙赶回岸上，一脚踢灭了曼纽尔的火，还把他烤的鱼抢走了。为此，俩人大打了一架。第二天，丈夫趁她熟睡偷了她的泳镜，待她醒来发现泳镜不见了，扬言要杀了丈夫。詹妮弗拼命阻止，曼纽尔则把怒火全部撒在了她的身上，直接将她趴在了沙滩上。另一边，偷了护目镜的丈夫在捕鱼时差点被鲨鱼给吃了，全然不知自己正在被绿。等男人回来，发现曼纽尔异常的平静，并且詹妮弗满面春光。丈夫的第六感告诉他有事发生了，他不断逼问詹妮弗，无奈妻子只得说出实情，如果不和他发生关系，他就会去杀了你。男人疯了一般抓住詹妮弗扔到了曼纽尔面前，送你了，老子不要了。本以为这样能让詹妮弗痛定思痛，却没想到俩人反而过起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这下丈夫彻底愤怒了。过了几天，丈夫下海捕鱼，发现了一艘小船，于是费劲巴拉把她拖上岸。远处的詹妮弗二人看到，连忙跑过去帮忙，却被丈夫给骂了回去。詹妮弗怒斥丈夫自私，从来不会分享。丈夫却表示，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？不是都把你分享出去了吗？之后丈夫每天除了捕鱼就是修船。一开始，詹妮弗和曼纽尔还装作无所谓，眼看船即将修好，詹妮弗有些坐不住了，她恳求丈夫带他们一起离开。
而丈夫表示让自己也做一次隔壁老王就行。詹妮弗听了很生气，没有同意。晚上又让丈夫看了一看自己有多绿。第二天，曼纽尔看到丈夫下海捕鱼，叫上詹妮弗，快速跑到船边，带上了所有的淡水和食物。丈夫看到急忙游回岸边，等他赶到时，两人已经坐船跑了。丈夫破口大骂，可转头他就笑了，原来这就是他的报复计划。走了几个小时后，船开始漏水，原来船压根就没修好，他就是要耗尽曼纽尔的力气，好攻击他。很快船就沉了下去，二人死里逃生，终于游回到岸边。曼纽尔刚游上岸，丈夫并没有给她丝毫喘气的机会，拿起鱼叉直接朝她扔了过去。受伤的曼纽尔无力反抗，只能逃跑。丈夫把詹妮弗绑了起来，准备在曼纽尔前来救援时干掉她。可没想到曼纽尔从背后来了个偷袭，在两人厮打期间，詹妮弗挣脱绳子将丈夫撞倒在地。两人跑到小树林躲起来，丈夫顺着血迹开始追杀二人，最终在一棵大树上找到了他们。走投无路的两人只能和他扭打在了一起。詹妮弗压住丈夫后，曼纽尔搬起一块石头准备朝他砸去，结果因为体力不支，正好倒在了丈夫的鱼叉上。至此，詹妮弗和丈夫又重新生活到了一起。1年后，一家渔船经过小岛时，发现了詹妮弗。她带着唯一的火源登上了渔船，离开时，她的老公还在水里捕鱼。詹妮弗则冷冷地看着她，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。这部影片通过3个人之间的斗争，一步步把我们引向人性的丑恶。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往往会忘了怎样解决问题，而是用所有的精力去消灭潜在的敌人。仇恨往往是由小小矛盾一点点积累起来的，当它爆发的时候，却是惊人的。他们3个人每个人之间本来都还有那么点恩情，可是最后却以这样悲惨的结尾收场，着实让人感到心寒。好了，电影到这就结束了。这里是哪吒剪影，感谢您的关注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